今天天气不错，日本的秋天真的是凉凉的，跟台湾不同。然后今天幼崽的目标是要前往去秋叶原，然后可以看到它桥下是有一个阶梯是可以上去的。然后走上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吃饭的空间，跟旁边就是铁路。这个也是台湾鲜少会看到的风景，可以发现日本人可以比较讲究一些生活的体验，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着铁路从旁边经过，其实也是蛮浪漫的。我们可以看到有铁路过去，然后这是它的菜单，会发现价格也是不会太贵，也是蛮平价。然后日本人其实也很聪明，他们会懂得利用桥下的空间去做一些引进一些商家店铺，然后就一边也可以吸引人潮，然后一方面就不会浪费空间。这一点台湾现在也是有慢慢的在做，可以去逛一些像台中那边的车站就可以注意到了。然后这边就是万世桥旁边著名的河景了。隔壁一直行走的上班族来讲，这边其实有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的感觉，还蛮惬意的。然后我幼崽终于来到秋叶原了，我活了好多年，终于又来到这个地方。之前疫情的情况下，真的是无法出国，真的是相当无法忍受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大楼还是一样琳琅满目，一些广告壁贴啊都还是很多，还是一样很漂亮的。然后再走过来，我们可以看到秋叶原熟悉的这一条绿色的高架铁道，它真的是一个秋叶原的地标。而且看，虽然说现在外观已经稍微有点显旧了，但是它还是一个很醒目、很让人想朝圣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可以看到平日秋叶原也是充斥着人潮，真不愧是亚洲非常著名的动漫圣地。然后这一次再来秋叶原，这是从这边的角度过来看这边的秋叶原的 Aki 的，其实也是蛮有不同的感受。因为以前幼崽来秋叶原都是从这边出来，然后直接就是走前面这一条路直接走出去了，就没有想过先从右边开始走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著名的地标，世界的拉吉欧开港秋叶原。然后这是它的上面的壁报是那个赛马娘。然后像这栋建筑，它上面这个电梯的造型，我看着就还蛮喜欢的，这种有点太空未来的感觉，在台湾比较少看得到。然后这边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超科学电磁炮，还有那个福音战士，那是相当令人怀念的动漫。我看了有时候会觉得，还蛮开心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秋叶原桥下，可以看到这边有家 Gigo， 这是秋叶原也是著名的一家地标的店，它外观是真的非常的鲜艳，然后又很好看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店家也是有一些也是有换过的，跟我几年前来的时候，可能之前疫情的关系下，有一些店家是真的都有收掉了。然后我们从这边 Gigo 看过去，可以看到原神的墙壁的广告。然后这边黄色的建筑可以看到是崩坏铁道。之前看一些 YouTuber 的影片，会看到他们有照那些原神的。这次我不能看到原神的，其实有一点可惜，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在玩原神这样子。然后午餐是吃这个汉堡排，然后它有淋上咖喱，所以就相当的美味。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俊和屋这边，它摆在外面的东西是真的还蛮便宜的。这边的公仔就可以买到比台湾还要更便宜一点的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，这边有尤多巴西阿基巴这边的一间大型的商场。然后待会要进去里面的大创买东西，因为我也才刚来日本不久，总是要来添购一些生活用品，可以足够自己用的。然后逛完楼上的大创之后，没想到我下楼看到这边也有冈普拉的专卖店，
在我来日本之前，我并没有查到这一家店，所以这次来看呢，其实还蛮让我惊喜的。然后可以看到窗台这边有钢弹 C 的一些展示的模型，那我们待会准备进去里面逛一逛。然后可以看到好微笑 Modroid 这边有卖苍穹战神的模型。其实我买模型的话，我都会喜欢先看过实物之后再买，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买的时候，你随便乱买之后，可能回去打开之后，你会发现组起来其实很累，就是太大只，不然就是它里面的零件的效果并不是你想要的。像这盒台湾的话都卖1100了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也卖4150日币，但是来日本买真的是还比较便宜一点。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钢弹模型，我们在台湾也是看得到的。可是它本人这样就是非常的漂亮，很壮观，看了还真的是想把全部都带回家。可是如果全部带回去，我的托运费应该会爆表吧。然后可以看到水星的魔女的模型，然后这一只米其实还蛮抢眼的，摆成这样。然后可以看到10钢弹，差点忘记这一只的名字。就连最新的拉高达也有了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一只冯迪索还蛮可爱的，被涂成这样，看起来很像是发霉的。如果要说好听一点，它就是色违的冯迪索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一只小钢弹，它是用以前的1:100的旧套件喷漆改出来的。然后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漂亮，这个金呢看了让人感觉很舒服。然后日本这边的模型比台湾更厉害的地方是，它还有卖直接已经都涂装好的，所以到时候像想玩的玩家就不用回去才在那边做涂装，就把自己搞得麻烦一样，就是可以直接享受。像例如说像这个雷亚斯系列，它这个金色就必须要处理。但是你这边直接买回去之后就都不用处理，就直接很方便，就可以直接把玩了。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四驱车的模型，它真的是琳琅满目，摆的还蛮多的，所以连它的零件配件这些都有。所以像在台湾的模型店其实会比较少看到一点。所以像摆成这样，你就会让人去联想说，现在四驱车其实也并没有说已经比较没落了。所以其实还是可以玩的这样。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些洛伊德的模型，一样它都有展示实体出来，这样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买哪一只它之后组装起来是什么样子。像这一只长牙斯04X 的话，它这个金色你就会看到就知道买了一定要涂装这样，不然这个金质真的是。小孩子看可能是可以的，可是我们大人来看的话，就会觉得不够场面这样。然后接下来是可以看到很多洛伊德的模型，就其实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这边逛过来可以看到兽屋的一些机娘啊，还有像那个之前比较红的创彩少女系列，其实这系列我就是还蛮喜欢的，不过缺点就是它价格相对会比较贵一点。然后这边兽屋的展示区可以看到还有洛克人的裸露 EX11的，这个应该会让不少人看了应该蛮怀念的吧。然后这边有罗波魂系列，可以看到风铃钢弹，它有附这个感应炮的支架，其实就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还有美少女战士。像美少女战士，我有收那一只土星，因为它真的是太猛了，就一定要收。不过缺点的话，就是它的腰部比较容易的断掉就对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都巴喜的1楼啊，它这边也是有卖苹果手表、iPhone、iPad 的配件。然后它标示其实还蛮清楚，可以看到像你要找 i14啊、i15，不然就是 S1那边就可以马上就找到。可以看到宝可梦他们的机台也变了，是变 Pokemon 啥咩 Mesasta，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接着可以看到这皮卡丘花生人偶齐聚一堂就真的是树大便是美啊，就相当好玩有趣。
在有都八旗逛完之后，准备要去下一个地方。然后这边一样可以看到秋叶原旁边都有人在拉客。虽然说都进去，到底是会不会就花了很多出来啊？不过如果有钱的话，我也想自己试。再来，我准备前往的地方是这个明神南坂。不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看起来有点暗了。刚有都八旗不小心被那边的钢弹店迷住了。上了明神南坂的斜坡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田明神，它是The Full Life里面动画里面经常会看到的一个场景。所以因为它正好就在秋叶原附近而已，所以如果你是今天是来秋叶原旅游的话，也是可以顺便来朝圣的。再来很幸运的来到这个你的名字的知名场景，我看到了3台列车从这边经过，就是今天还算蛮幸运的。然后来到这个昌平桥，它是秋叶原是蛮有特色的一个拱桥，然后很幸运的也是看到2台电车正好交错。晚餐是吃这一家鸟洞，好吃归好吃，但是就是小贵。接下来准备要进去这家燕汤泡汤，现在泡完了。现在老实说，这一家燕汤也没有说外国人真的是不能接受，只不过就是进去还是要守基本的温泉礼仪跟规矩，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其实泡得不错。现在是晚上的秋叶原，我可以看到有大大的一些最近正夯游戏的壁面广告。然后这次来日本让我比较吓到的是，左边这边的出来拉客女生越来越多了，但是我不太好意思拍到他们。为什么变那么多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日本经济的关系吧。真的是记得以前这一排是完全都没有的。现在是秋叶原这一家软皮可丽饼，之前来日本就有吃过，就其实蛮让我印象深刻的。现在台湾要吃到软皮可丽饼，其实机会是有，可是不多。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秋叶原也是有卖 Coco 的，我在台湾就很喜欢喝这一家了，在日本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便宜。不过看起来刚刚人其实人潮还蛮多的，现在我是趁人潮少的时候赶快要过来买。最后今天的秋叶原最后来的地方是唐吉诃德，因为我才第2天来日本，很多生活用品还是需要买一下，所以就是多少来逛一下咯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层几乎都是卖一堆亚克力立牌，一堆动漫的，真的是还蛮让我吓到的。然后尤其是这个尼基的竟然也有，那看来原神应该也会有。反正我刚唐吉诃德不小心逛了太久，因为买了太多生活用品了。接下来已经11点多了，我们可以看到秋叶原的街上现在是人是熙熙攘攘的，会比较少一点。然后这时候原神的广告它是依然屹立不摇。然后我今天秋叶原的影片也因此结束，也要就此结束了。喜欢我的影片这样子介绍生活VLOG的人，可以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然后也感谢你们的收看。